栗战书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表示，本次大会将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人大将坚定不移打击港独势力，确保爱国者治港，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法律保障。顶层设计层面对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有何初心？香港社会对此有何回应？来看看报道。栗战书表示，自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以来的10个月，常委会维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法治秩序。人大将坚定不移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香港宪制秩序、打击港独势力、确保爱国者治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法律保障。栗战书指出，2019年发生修例风波，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遭遇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受到严重挑战。常委会于去年6月连续召开2次会议，审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去年8月、11月，先后通过关于香港第6届立法会继续履职的决定，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本次大会将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第13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周一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和议事规则修正草案、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组成人员一致赞成采取决定加修法的方式，认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有关问题作出决定，明确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内容，同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附件，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符合香港基本法，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是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作出新的限制性制度安排。根据立法法有关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决定草案修改稿，由主席团决定将修改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两会期间，中央高度关心港澳事务。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分别参加了香港代表团、澳门代表团审议。韩正表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一以贯之、从未改变的。在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方面，中央多次听取特区官员意见。韩正希望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勤勉尽责、奋发有为，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做出新的贡献。一个是国家安全，一个是选举制度，中央在对这些问题上是十分慎重的，经过了深入的研究、全面的分析，过程中间包括国安法，包括这一次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这个过程中间，深入论证和研究过程中间，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意见，而且是反复听。香港《星岛日报》周一发表评论指出，韩正会见港区人大代表时说，此次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是一场政权和民生经济的保卫战，也是一场反颠覆的斗争。可见香港局势发展已到了极危险地步，中央必须出重手力挽狂澜。过去几年的严重动乱清楚说明，这并非杞人忧天，危机的确一步一步加深，反对派的夺权路线图已昭然可见。而国际反中阵营利用香港棋子的阳谋也暴露无遗。如果不果断改革选举制度，阻止这夺权行动，势必爆发巨大政治危机，民生经济也将急速衰退，玉石俱焚的蓝潮预言将会成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一中午在港见记者时表示，非常欢迎及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并感谢中央再次为香港解困。面對香港政治體制中嘅選舉制度出現咗漏洞同埋缺陷，但係又清楚明白特區係難以自行去處理呢個嘅問題。我非常感謝中央係繼舊年香港國安法嘅制定之後咧，再次從憲制嘅層面擔起咗責任，行使中央嘅權力
為特區解困。林鄭月娥說，和香港國安法的制定一樣，此次選舉制度的改革也是通過決定加修法的方式。這種方式及時、必要、合法、合憲，其主導權和決定權不容置疑。特區政府將從3方面配合中央有關工作，包括進行公眾解說、本地選舉法例修訂，以及妥善安排未來12個月的多場選舉。整個工作嘅時間性咧係好迫切嘅，但係我同特區政府咧係會全力以赴，係完成我哋嘅使命。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與媒體查詢時表示，香港不能照搬西方做法，有些西方國家自詡民主卻難以處理疫情，不能說民主可解決所有問題。而如果香港順利完善選舉制度，香港長遠會更好。董建華指出，香港長遠目標方面是要搭乘國家發展的順風車，新加坡發展遠超前於香港，香港要奮力追上，需要執行力強的管制。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也認為，香港模式是香港特色，一國兩制前無古人。他透露，中央有誠意讓香港最終走向普選，目前只是按香港實際情況做出調整。有啲嘢咧又要與時俱進咁啊，咁行嘅時候咧，大家你見到咧，中央係好有誠意嘅特別最明顯咧，你見2014年咧，人大常委會咧就做咗個決定嘅，香港特區話希望可以朝向普選啦。好啦，嗱，你先就普選行政長官，其後先至普選立法會，係做咗咁嘅決定。經過而家呢個完善之後咧，呢個改善之後咧，我哋行翻條正路，行翻條比較健康嘅路，而最後達至到基本法第45條、68條嗰個普選嘅目標。日前，特區政府要求所有現職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限期於2月底屆滿。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透露，近200名公務員拒絕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將被踢出公務員隊伍。即係公務員拒絕簽署聲明，去接納同埋承擔呢個基本嘅責任咧，咁對於即係我哋嚟講咧，會對佢嗰個嘅會失去嗰個信心咁所以咧我哋會跟個機制咧係跟進就係離開呢個公務員隊伍嘅。聶德權表示，愛國者治港是理所當然，公務員隊伍是香港特區政治體制內的重要部分，應該有基本認知和接受。因拒絕簽署而離開特區政府的人，對他們個人及對政府而言並非壞事。對於簽署了聲明的公務員，接下來會依法檢視其行為。事實上，除了少數一些西方反中亂港勢力之外，大多數國家都希望香港好。上周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屆會議期間，白俄羅斯代表70個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屆會議上做共同發言，支持中方在涉港問題上的立場和舉措，反對西方國家借涉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外交部發言人周一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不僅這70多國，還有20多個國家在人權理事會以單獨發言等方式支持中方在涉港問題上的立場和舉措。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再次聯手發出正義之聲，這充分體現了事實勝於雄辯，公道自在人心。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堅定不移。相關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吳衛。吳先生您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下午做工作報告，強調本次大會將做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全國人大將堅定不移打擊港獨勢力，確保愛國者治港。您對此有何評論？是的，梅西，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站在主權者的高度審視香港出現的問題。在2020年，為堅決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全國人大常委會以立法者的邏輯，先後出台了528、811、11113個涉港重大決定，依法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維護香港憲制秩序，打擊港獨勢力，確保愛國者治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法律保障。新的一年，我依然相信全國人大依然會沿着這條路徑履行職責。當前，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正在接受全國人大代表的分組審議，相信會在大會閉幕當天正式出台。小平同志當年早有預言，
他说，将来会有人妄图将“一国两制”歪曲为“两国两制”，这股力量可能来自于香港本土，也有可能来自于国际方向。在谈及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时小平同志说，我们不要求他们全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那么时过境迁，香港的这些激进反对派又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当然是不及格的。当国家在过去数年对香港陆续释放诸如“一带一路”规划、粤港澳大湾区这些祖国红利时，又是谁冲锋在前，阻挠香港同胞向北望去？归根结底这些咄咄怪事的制造者心里就没有祖国，更不会有香港，只有他们的个人私利与所谓政治前途。以我的理解，中央此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初衷是涤荡香港政坛乱象，还香港政治风清气正的环境，是对爱国初心的皈依，是对“一国两制”的坚守。爱国者治港并不意味着让香港所有的反对派离开政治舞台，相反，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恰恰有助于让那些真心爱国、心系香港的忠诚反对派免于被激进势力绑架，让他们敢于发声献策。当香港深层次矛盾陆续暴露的时候，如何下大力气着手解决，我们当然需要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不要忘了，忠言来自爱国爱港的赤子之心，而这颗爱国初心正是我们需要的、呼唤的、欢迎的。好的，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是1.37万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6.8%。他也介绍了国防费用使用在哪些方面，以及中国面临的风险挑战和现实威胁。他强调，针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可以说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吴谦表示，中国政府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模，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理稳定增长，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13795.44亿元，其中中央本级安排13553.43亿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6.8%。吴谦介绍，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4个方面：一是按照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保障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启动实施；二是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三是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构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改进和完善训练保障条件。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改善官兵生活福利待遇，服务军队基层建设。吴谦强调，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我国国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容忽视，陆地边界争议尚未彻底解决，岛屿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依然存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在特朗普政府大幅提高对台军售的频率及谋划出售攻击性武器后，岛内一些人企图以美拒统，以武谋独。年初以来，解放军军机多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组织实战化演练。有台媒分析认为，大陆可能会以武促统。对此，吴谦回应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证明，那些妄图分裂祖国的坏分子绝不会有好下场。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我们的能力始终都在，意志坚如磐石。2016年至2020年，中国国防预算增幅依次是7.6%、7%、8.1%、7.5%和6.6%，其中去年的增幅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
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张业遂上周四表示，中国的国防开支总体上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准相协调，保持国防开支适度稳定增长，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国际责任义务、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关键要看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国防政策。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不针对、不威胁任何国家。中国的国防费到底高不高？通过横向比较就一目了然。从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和人均国防费水平3个维度，比较2012至2017年的有关情况显示，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重约为1.3%，远低于美国的约3.5%，俄罗斯的约4.4%，也不及印度的约2.5%。从国防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看，中国平均约为5.3%，也远低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从人均国防费看，2017年度中国国民人均国防费远低于除印度之外的所有大国。因此，同为战略和政治独立的大国，中国国防开支在此基础上保持适度增长，显然是合理的。国防经费是用于国家的安全防卫的费用，那么这个要根据国家的安全情况来讲。那么我们国家的安全情况呢，应该说并不好，因为在我们的海上方向这个周边呢，不断有其他一些外国的军机抵近侦察和骚扰，我们陆地上也发生了一些摩擦，而且是这个对方有意而为之。还有呢，就是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它也是在这个挟洋自重。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要适度的增长国防经费，来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但是呢，它还要顾及到就是经济上的发展，还要顾及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它一定适度。但军费一直是西方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抓手。就在前段时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发布的报告中就渲染称，2020年全球军费开支再创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海军扩张的推动。但该研究所所列举的数据都难以佐证其观点。美国去年的军费为7380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4倍，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2021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可能将达740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美国经济是呈负增长的。美国军费高企，实际加剧了战争和军事冲突，给世界增添不稳定因素。对于西方舆论渲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解放军报军政评工作室发表评论称，每年老生常谈，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中国人民也听烦了。在国防费开支这件事情上，中国人民自己说了算，我们绝不会看别人脸色，也绝不会让别人的言论轻易左右。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没有啊。那他们不是也是连年增加国防经费吗？西方怎么又不去批评了呢？怎么不去指责呀？那你这不是一个双重标准吗？所以我觉得现在西方的媒体他对我们国防经费的增长完全是一个双重的标准，不是看实际的情况和这种真正的需求。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国防预算呢，每年都是外媒报道中国两会的热点话题。今年中国将安排13553.43亿元人民币，约合209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今年国防支出主要是用于4个方面。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应该说啊，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国防开支还是处于一个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稳步增长的良性发展状态。那么，据吴谦大校的介绍，今年增加的国防开支主要用于4个方面。那么归纳起来就是：第一，根据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那么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的启动实施必须得到保障；第二，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第三，军事训练转型与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第四，改善官兵的福利待遇。那么将这4个方面呢具体展开，我们大概就能够窥见这笔军费开支究竟是如何花在刀刃上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它清晰表述，展望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在国防建设的章节里使用了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标题。其中我还看到了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表述。从1927年到2027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即将走过100年历史节点。
与之配套的就是这个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具体是什么呢？去年10月26号，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做出了解答。他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要求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要求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求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是的，正是这4个要求为我们谋划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那就是我们的国防力量在建军100年的历史时刻会展现出新的风貌。那么今年的国防预算又折射出哪些强军思路呢？国防政策是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的，更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大概是美国的70%左右，军费开支却只有美国的1/3不到。那些嚷嚷着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专家，实际上是对中国立足于自我防卫的国防战略揣着明白装糊涂。自改革开放以来啊，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那么从交通便利与区位优势的角度来看，这是正常的。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啊，也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部沿海城市群。但这种布局也会带来新的国防挑战，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引擎是面向大海的，来自海空方向的潜在敌人呢，将直接威胁我们这些经济命脉。目前，中国的3大经济发达地区，京津冀面向环渤海，长三角面向东海，珠三角面向南海。这就是中国发展强大国防的重要前提。我们要尽可能的御敌于境外，御敌于海上。因此，这2年大家看到新型的歼20、歼16战机陆续装备空军作战部队，055大型导弹驱逐舰、075两栖攻击舰、国产航空母舰陆续服役。这些新型装备啊，就是所谓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而在“14-5”建设时期，更多新的项目将会上马。正如吴谦所言，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另一方面，自军改以来，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全面强调实战化，强调以战场背景为导向。这些年，我与我的同事们也陆续探访了不少解放军部队。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空军部队1周7天，大半都是飞行日；海军舰艇部队大部分时间都在远海巡逻；陆军官兵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尘土飞扬的野战演习场里。训练强度是空前的。人员的吃住、装备的磨损燃料弹药的消耗，这些都是真金白银。因此，我们的国防开支有相当数量都在服务部队的这个强军备战上。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国尚未完成统一。还有一点我认为十分重要，那就是改善官兵的福利待遇。实际上，横向对比世界军事强国，从军费开支的结构上看，花在人身上的钱肯定才是大头，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强军以来，中国越发重视军人职业荣誉感的建设。那么此刻我们正在推动这个军衔制度的改革，全面改善军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让有识之士、让有为青年更加愿意去参军报效祖国，让军人家属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关爱，这是一个举国共识。而这些也都需要庞大的军费作为支撑。国防之重要犹如阳光和空气。受益而不绝，失之则难存。在100年变局的当下，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圆梦前夜，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持续变化，台海局势持续复杂严峻，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周日的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透露了中方一系列帮助海外中国公民抗击疫情的新措施，包括推出疫苗春苗行动、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以及在具备条件的国家设立专门的接种点。这些新举措立刻引发外界，尤其是海外华人的积极反响。就在周一，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微信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一是我们将推出春苗行动，积极协助和争取为海外的同胞们接种国产或者是外国的疫苗。50多个国家目前正在陆续将中国公民纳入到本国接种的计划，还有不少中国公民正在当地依法接种中国的疫苗。
下一步，我们还准备在具备条件的国家设立国产疫苗的地区接种点，为周边国家有需要的同胞提供服务。过去1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阻断了身在海外的同胞们的回家之路，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在全球范围开展了系列领保专项行动。今年5月将推出中国领事 APP， 让海外同胞一键直达驻外使领馆，实现掌上办、零跑腿，全天候在线办理海外中国公民的旅行证件和领保服务，全面实现海外领事云服务。除了这些措施外，有关中国版疫苗护照的议题更是成为关注焦点。我们将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码国际互认倡议，推出中国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在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实现核酸检测还有疫苗接种等各方面信息的相互验证，从而来助力安全有序的人员交往。在周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介绍了有关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的一些详细情况。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便利人员跨境往来，中方推出了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用于展示中方出境人员核酸、血清 IgM 抗体检测结果以及疫苗接种情况等健康信息。健康证明有电子版和纸质版2种形式，内含加密2维码，可凭中方提供的公钥验真并读取信息。赵立坚还表示，中方愿充分照顾彼此关切，与各国健康码信息互认机制，互为对方国家人员提供签证等跨境旅行便利，积极推动构建健康、安全、有序的人员往来新秩序。如今疫情在全球的范围内尚未得到全面的控制，可以说中方的这些举措也体现了我们外交为民的宗旨。那我们也期待未来在具体实施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就在周一，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微信小程序已正式上线。搜索防疫健康码国际版，获得小程序入口，选择查看及出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进行操作。首次登录前需根据程序提示进行个人身份认证及护照等旅行证件认证。所谓国际版旅行健康证明也被称为疫苗护照，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颁发的已接种疫苗的电子证明书。疫情给全球人员流动造成不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采取了商务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的方式，为经贸合作提供便利。目前全球各国疫苗接种加速，这为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创造了条件，疫苗互认也就成为健康码国际互认的核心内容。以色列官方最新公布的疫苗接种率为 37.53%， 全球第一。该国已在上周率先推出了本国的疫苗护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均表示，将积极推进疫苗护照计划。亚洲范围内，除中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在推动相关计划。疫苗护照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但同时也存在多方面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疫苗护照是否推出既是一个科学性问题，也是一个实操性的问题。各个国家在考虑是否推出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例如，接种疫苗后人体呼吸道是否还会携带病毒，如何在国与国之间统一认证标准等等。那疫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量啊，跟施打的时间跟它的效果。那这一点其实可能还要需要一个大概半年到1年时间的验证，更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说每个国家认定疫苗黄皮书的有效性是怎么样。那目前为止大概都是只能以国与国之间去谈，或区与区域去谈。我还是认为可能最终还是要由 WHO 来制定一个规范，这样的规范各国有个依循，那变成一个全球护照，这可能性才会有。据悉，中方有关健康码国际互认的设想是以核酸检测结果及疫苗接种信息等为互认核心内容，以国际通行的2维码为互认载体。有关国家政府部门根据需要为出境人员提供统一格式、带有2维码并含互认核心内容的纸质或电子健康码，在登机、入关、边检等环节，可由相关国家政府部门扫描2维码核验信息数据。
事实上，疫苗护照推行与否，争议还包括在疫苗接种群体比例较低情况下，是否会出现有护照和没有护照的歧视现象等问题。《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在西方国家，能够率先接种的群体往往是富裕的白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可能在2-3年内得不到疫苗。因此，疫苗在种族、阶级和国籍上的分配不平等，可能会扩大本已大到危险程度的社会差距。只看它施打率的问题的话，可能也是未来在全球疫情防治以及未来经济活动恢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可能需要一些先进国家来共同讨论啊，不只是他们自己打，其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国家，它怎么能够有效的施打这疫苗，才是最重要的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坚定反对疫苗鸿沟，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率先承诺疫苗研发后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大国担当。目前，中国不仅坚定站在疫苗国际合作的第一方阵，还坚定担当疫苗公平分配的第一梯队。我们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我们不接受制造免疫鸿沟，我们更抵制任何把疫苗合作政治化的企图。我们期望所有具有能力的国家都能够尽力向有需要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让各国人民用得起、用得上，真正成为人民的疫苗。深圳卫视独家专访美国前分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董云长，他表示，中美之间的问题棘手，但始终存在合作空间，而且要加快步伐展开合作。中美之间存在思维差异，唯有真诚可以避免误判。董云长表示，美国两党在处理对华外交政策方面都曾犯错，被证实损人不利己。作为美国资深外交官，董云长对拜登政府还有哪些忠告？周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今年由于拜登新政府的上台，重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成为外媒聚焦的话题。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专访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董云长，备受关注的中美关系如何走？拜登政府未来对华政策的调整空间有多少？来看看报道。董云长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30年，负责东亚和亚欧大陆事务。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1年，他出任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帮办，负责美国对中国和蒙古的政策，也主管对台湾地区的政策。长期和中国打交道的董云长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还会讲几句闽南方言。去年7月退休后，董云长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任高级研究员，继续研究中国与中美关系。中国全国两会作为世界观察中国发展的重要窗口，董云长尤其关注周日下午举行的外长记者会。So Susan, Wang Yi answered 27 questions in this year's press conference. Half of the questions are asked by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there are 6 questions involve Sino-US relations. Why everyone so concerned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ll, I think these are the two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o in any period of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e in the center focus of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ut then if you look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of cours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ave been deteriorating, and particularly over the last year, during the pandemic, things really got a little bit testy, I would say, and the deterioration was pretty sharp. Because tens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concerns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would be implicated in some kind of conflict or really sharp elevation in tensions. Countries want to hear from, I think,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hat he thinks is the practicality of getting things back on track. Well, considering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how much space does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to adjust its China policy?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there's always a very narrow political space in Washington for US-China relations. And it's possible for the space to widen in certain periods of time when the area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re highlighted
and the areas of tension or disagreement, things like Taiwan, things like human rights, are not front and center and not being highlighted all the time. And I think right now,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oming in, not just on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they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to try to widen out space in a lot of areas to move their political agenda forward. On China, they have a very narrow space. And so I think you see them proceeding carefully to try to change the tone of the relationship.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然而，特朗普执政的4年期间平打台湾牌。曾是职业外交官的董云长认为，尽管台湾是中美关系的最大考验，但只要美方在执行层面上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台海问题就能找到解决方案。Well, I really think that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authorities in Beijing, in Washington, and in Taipei. And so Biden team is going to try to do is get an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ramework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principles that we've had on this issue. And I hope that in response to that, China can reiterate its determination to have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policy. And I hope that Taiwan could somehow reassure everybody that it's not going for de jure independence. I think that since everyone's motivated to do that, we should find a way to get there. So in your opinion, what are possible areas that China and US could work together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ime for cooperation on COVID-19 is long overdu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I saw some very thoughtful writing and suggestions about cooperation on rolling out vaccin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 think China is already doing that. I think the US is going to have extra vaccines as well. And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on. There's a lot of other areas on pandemic disease we can cooperate. And of course, climate change is an urgent issue and could be a catastrophe for all of us. And so I think we really need to also step up and focus on that. And I think the US will be hosting a virtual summit in April. So I'm sure China will be well represented and will try to probably have some way of presenting a unified, ambitious fron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